诚意拍照手无处安放，全网夸难得，但真相远不止不碰女生这么简单。微博上有条评论，大概意思是说，诚意和女演员拍照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，这才是顶级偶像该有的自觉，底下点赞好几万。你要是光看这条评论，可能觉得，哦，又一个立人设的，又一个营销好男人标签的。但我今天想聊的，不是这条评论本身，而是他为什么能火成这样。因为说白了，一个男演员拍照的时候手往后背，这事儿放在10年前根本不值得讨论，对吧？这不就是正常吗？可问题就在这儿，2026年了，正常这2个字在内娱已经变成稀缺品了。所以今天这期我不打算做一个夸诚意的视频，网上夸他的够多了，不差我一个。我想做的事情是从这个拍照的细节出发，一层一层往下包，看看这个现象底下到底埋着什么。行，咱们开始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网上流传的那些图，我专门翻了一遍。诚意跟女演员合影，基本上就几个标准动作，手背到身后，手插口袋，双手握在自己面前，反正就是不碰对方。有几张图更夸张，胳膊那个角度，怎么说呢，像是在做某种高难度的瑜伽，就为了保持那几厘米的距离。然后网友给了他一个称号，难得天花板。这个词很有意思啊，难得吗？对应女德，本来是个带点调侃意味的网络用语，但用在他身上，说的人好像是真心的。那篇文章里有句话写得挺好，这不是演出来的戏码，而是骨子里的本能。这个判断我基本同意，但我想补充一点，光看拍照这一个细节，其实说明不了太多。因为你要是有经纪人在旁边提醒注意手的位置，任何一个艺人都能做到。问题是，诚意这个习惯是有时间线的，不是最近才有的，不是火了之后才有的，是从他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就有的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进入第2层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很早之前，诚意参加过一个访谈节目，被问到对感情的看法。他当时说了一段话，大意是，喜欢一个人是要让对方感到安心的，不会在深夜把女孩子叫出来，因为那样会让女孩子觉得没面子，被侮辱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的时候，反应跟大多数人一样，觉得这孩子说话挺直的，但也就那样了，没太当回事。可你把这段话和现在的那些拍照细节放在一起看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这个人的内核10年没变过。你想想看，10年前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内娱什么环境？大家都忙着炒 CP、立人设、搞暧昧营销。那个年代，坦白讲，谁说不能半夜约女孩这种话是会被嘲笑的，觉得你装。但他说了，而且不是说完就算了，他这10年真就这么做的。入圈10年，零绯闻，不是公关压下去了的那种零，是连狗仔都拍不到东西的那种零。这个在内娱的难度，我这么说吧，可能比演好一部戏还难。还有他说的另一句，感情上见一个爱一个的人，不能靠近。不只是不能靠近喜欢的女孩，连朋友都不行。这句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愣了几秒，因为这不是在说择偶标准，这是在说做人的底线。他把对人的筛选标准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值得说，他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，这话在2026年，在这个快餐式感情的年代，听起来几乎像古人说的结发之盟了。你可以说他保守，你也可以说他老派，但你不能否认他对感情的重量感是真的，不是人设。人设撑不了10年。好，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结束了，如果我只想做一个夸诚意的视频的话，但我想聊点更深的。第3层，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男演员拍照不碰女生这种事能上热搜，能被讨论成这样？正常来讲，这不应该是默认操作吗？答案很残酷，因为默认操作在内娱已经崩塌了。这2年我们看到了什么？聊天记录满天飞，
深夜聚会被拍，网红锤人成为流量密码，整个行业的底线共识在不断下移。当底线足够低的时候，一个正常人就会变成天花板。这才是难得天花板这个词真正可怕的地方，它不是在夸程毅有多高，而是在说整个行业有多低。程毅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对人有基本的尊重，对感情有基本的敬畏，对自己有基本的约束。这三个基本在2026年的内娱居然成了稀缺品质。你品品这事儿有多荒诞？我可能说的有点重了，但根据目前的行业现状，我确实倾向于这个判断。而且你再想想，这事儿要是发生在其他行业呢？比如一个程序员跟女同事合影保持距离，会有人专门写文章夸他吗？不会，因为那是正常的。只有在娱乐圈，在这个边界感已经被当成笑话的地方，这种正常行为才变成了新闻。所以程毅的存在，与其说是一个人设标杆，不如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整个行业的问题。好，最后一层，这层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。2026年1月，程毅跟欢瑞世纪的10年合约到期，正式单飞。欢瑞为了留他，开出的条件相当夸张，续约10年，公司股份，2部 S 级 IP 男主全被拒了。他一走，欢瑞股价3天跌了 12%， 市值蒸发超10亿。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，市场对它的价值判断是什么级别的。但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想说的是，他单飞之后发生了什么。有人可能记得，单飞初期，他原来的4个代言几乎同时到期，外界很多人唱衰，说他没了公司保驾护航，商业价值要缩水。结果呢？4月份，他拿下了联合利华的集团级代言。注意，是集团 title， 不是单品牌。这在内娱演员里是首例。然后 Gap 中国品牌代言人多芬、科润、六福珠宝、战家，一个月官宣5个。这事儿我当时也是查了半天才搞明白，联合利华这种体量的快消巨头，选代言人的风控标准是极其严格的。他们要评估的不只是流量和热度，而是艺人的安全系数，也就是说，未来出现负面新闻的概率有多低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程毅那只拍照时僵硬的手，那种在红毯上像做瑜伽一样避让的笨拙，那些让网友觉得有点想笑，这哪像个大明星的画面。他不只是人品好，他是可量化的商业资产。在2026年的内娱，零风险就是最大的竞争力。再加上他2025年的成绩单，富山海、天地剑心、长安24季3部主演剧全部播放量破10亿，一年3部破10亿，这个数据在内娱是什么概念？反正我翻了一圈，同期能做到的没几个人。然后2026年还有2部 S 级待播，英雄志和两京15日，后面那部搭档临更新，阵容和制作规格都是顶级配置。所以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看，作品能打加上零负面，加上边界感极强，等于品牌方眼里的安全顶流。这个公式在2026年的内娱，在塌房成为常态的环境里，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。或者说，现在才刚刚开始被市场正确定价。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，但算了，直说吧，很多流量明星的商业价值是建立在热度上的，热度会退，但程毅的商业价值正在从热度驱动转向信任驱动，这两个东西的生命周期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回到最开始那条微博评论，难得天花板。我的判断是这样的，这个标签表面上是在夸他的为人，但实际上它正在变成一种市场共识。一个演员能不能走得远，短期看作品，中期看选择，长期看什么？看人品的稳定性。程毅刚从欢瑞出来，自由身还不到4个月，代言数量不降反升，作品储备是 S 级双保险，他的经济模式从被安排变成了自己选。我个人的预测，注意，是个人推测，不一定对。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，程毅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爆发期，不是流量层面的爆发，
它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，而是行业地位层面的质变，从古装剧顶流变成一线实力派。英雄志和两京15日如果有一部成了，这个转变就完成了。如果两部都成了，那就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了，他可能会重新定义什么样的人能在内娱走到最后。说到底，那只在合影时不知道往哪放的手，其实一直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只不过很多人，包括这个行业，直到现在才开始读懂这件事。你们觉得呢？诚意这种边界感，在内娱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？单飞之后，他能走多远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真的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有意思，点个赞呗。咱们下期见。